今天要不要竞争一下最优雅女士？当然啦，而且分成伯爵名，这样我的礼服钱就赚回来了。成交。是最优雅女士奖，得奖的是薛珊珊。喂，柳柳，我在参加风投年会呢。珊珊，你终于接电话了。你怎么啦？打这么多电话？刘成浩找上门来了。什么？哎，柳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没事。都是王红帮我挡下的。哦，小 case， 小 case。像尤成浩这种人，往往都是豁出去要钱不要命的。下次你们一定要报警，当然也要注意一点方法，不要硬着来，好吧？好，那你们先休息。辛苦了。我们走吧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尤成浩已经被带进公安局了。我已经让严晴联系过律师了，这2次的事情会一并处理。你给你家人打电话了吗？哦，不用，医生也说了，就休息几天，看看头还晕不晕。要是不晕，就可以出院了，不用惊动他们老人家了。我想尤成浩一时半会儿也出不了公安局，你们2个忙了一晚上年会，都累坏了吧？快回去休息吧，我在这儿照顾王红就行了。啊，对对对，风大哥，你们就先回去吧，我真的好得很。这个家伙都已经被打伤了，还想找机会跟柳柳独处，看样子是真喜欢柳柳啊。那好吧，那你们早点休息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明天你们就别去公司了，我明天一早到公司去处理就行了。再说吧，行了，你们俩快回去吧。行，好好休息。你还站着干什么？快坐下。哦，你头还疼不疼啊？有一点。你不觉得王红很喜欢柳柳吗？只是她看起来年纪太小，柳柳也一直拿这个当挡箭牌。不过据我观察，这个王红啊，确实比同龄的男生要成熟许多。珊珊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不要去上班了。为什么呀？珠宝店本来就有风险，如果有一天王红不在，遇到坏人，你们2个怎么办？这次只是意外，我们店有保全系统的，你放心吧。如果遇到歹徒呢，大不了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，总之不会起争执的。你们2个是女孩，如果他们要的不只是钱呢？风腾，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？不会发生这种事儿。你太没有安全意识了。我现在告诉你，那1000万不需要还了，没有欠债也没有还债，你不用去了。啊？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珠宝店不能因为尤成浩这个意外，就不继续下去了呀。珠宝店是因为1000万而开的，你听到我说了吗？你不需要去了。风腾，我知道你是担心我，但是珠宝旗舰店不光只是为了赚钱，它还承载着柳柳的梦想。柳柳好不容易踏出了这一步，我不能因为尤成浩乱来，我就把他一个人丢下了呀，是不是？就是说我不需要你还那1000万，你还是要经营珠宝店。啊，风腾，
的脸色这么臭，我能跟他说实话吗？那个，我想今天真的是吓坏大家了。你说的我会好好想想的。你可以想，但这是我的决定。傅先生，早餐已准备好了。好，谢谢。你还是要去上班是吗？那个，昨天已经让王红和柳柳休息了，今天我要是再不去的话，那店怎么办啊？风腾，我真的没有办法眼睁睁地看着柳柳一个人孤军奋战。你们的公司可以存在，但是不要有店面，免得惹人耳目。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，其实说不害怕是假的，但是想想，像我们几百万投资的珠宝店都要面对这些危险，那要像你们风腾几百亿的集团，我想你一定是水里来火里去的这样走来的吧？虽然你很强大，我只是一介弱女子，但是面对这样的风险我都挺不过去的话，那我将来怎么能够配得上你呢？遇到尤成浩这样的意外，我就躲起来。那不论是从外在表象方面，还是从精神层面，我都没有资格配得上你啊，对不对？薛珊珊啊，你真的是越来越有主见了。我可是想了一个晚上，这些连吹带捧的话哄你呢。虽然脸色不好，但是风腾也没有强硬的阻止我去店里，应该算是过关了吧？哈哈。两位大哥，今天珠宝店不营业，你们不用这样吧？啊？风先生交代，珠宝店24小时必须有保安人员。你找保镖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你说连我都有贴身保镖的话，会不会有点太此地无银三百两了？你坚持要继续上班，我只能这么做。那你说珠宝店门口一下站2个保镖，这样会不会太吓人了？那你说这样客人还敢进来吗？你的安全由我来负责，但是你们店面的生意是由你来负责。薛珊珊，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商量。你说犯错的人是尤成浩，为什么我得被24小时监督啊？
这不是监督，这是保护。封腾也太小题大做了吧？这游成浩都被关押了，说这何必呢？这怎么是小题大做呢？以往咱们封家的女人都低调，也就是逛街、聚会、聊天、喝茶，身边都是熟人。可这一次呢，珊珊跟柳柳一起创业，两个女孩子，啊，又是珠宝行业，怎么低调得起来？肯定得多个人保护，不是？哎，珊珊，我说你就听我哥的话吧。你说你现在出来压力又大，我们又担惊受怕的，风月，你要是来替封腾当说客的，就免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还那1000万。我也不可能现在就丢下柳柳一个人辛苦经营呀。我知道你有骨气，但你知道我哥最在乎的是什么吗？是你的健康，你的安全。上一回你生病住院的时候，我哥人都急疯了啊！这一次那个王红脸上的伤，倒是在你的脸蛋上，我可不气死才怪呢。哎，我觉得你们这样不对啊。虽然你们俩的血型都很特殊，那你也不能把珊珊当成温室里的花朵养吧？做生意嘛，总会遇到一点这样那样的小麻烦。你别看我经营的是书店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经常遇到那些没有素质的客人。如果我一遇到这种人，我就不做了。那你说我生意怎么做下去？丽树，你不帮我就算了，你还在这敲边鼓。哦，风月，你放心，我又不是永远都待在珠宝店，只是我眼前放不下。我总想着要还那1000万，以后你们就叫我1000万好了。如果保镖能让封腾安心，那好吧，那有保镖就是了。哎，我说啊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你倔起来，真的跟我哥是一模一样。风月，品若，丽叔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听说你前阵子结婚了，怎么都没有邀请我呢？啊，我是在美国结的婚，在国内只办了亲友订婚席，所以没有邀请你。我都忘了介绍了，这位是封腾的女朋友薛珊珊小姐。嗨，你好。你好，封腾现在还好吗？哦，很好。哎，品若，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呀？哦，对，这是一个时尚杂志的记者王鑫，我们刚刚采访完。风尚珠宝，是我们的产品。听说丰腾集团最近出了一个珠宝品牌，看来是真的。这个风尚珠宝呢，是珊珊跟她的堂姐一起经营的。哦，难怪。他们家有几款珠宝都很前卫，你们有接触过吗？那就要看薛小姐有没有兴趣给我们广告喽。当然有了，我们珠宝有很多设计都是大师级的设计师设计的，而且背后还有很多感人的小故事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欢迎你们杂志来采访。哦，好的，一定一定。哎呀，王品若代言的东西还真不少哎，不过真的好像没有珠宝啊。哎，风月，如果请王品若做代言的话，大概需要多少钱呀？说呀。什么时候封家饭桌上可以玩手机了？哎，我是真的很想请王品若做代言，她现在具有国际知名度，如果她愿意为我们的珠宝做代言的话，那我们的品牌就可以向国际迈进一大步。珊珊，你可以的，我哥都不让你去工作了，
哎，你居然还要追着他的前女友代言，你疯了！哎呀，这风腾脸一板啊，连郑琦都不敢说话。你说你有没有点眼睛劲儿？好啦，我知道了，回头我就跟他好好说说。你别说了，我求你了。依我看啊，你就不要去店里了，柳柳那边你也跟他交代一下就好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至少今年还完钱之前，我绝对不会离开的。哎，风月，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上王品若呀？如果能请他来代言的话，搞不好我能尽快的还钱。哎，你真的打算找王品若来代言啊？她是风腾的前女友哎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只是请他代言，又不是请他来家里玩儿。徐珊珊，你真的假的？你怎么那么单纯呢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王品若呢，她可不是我。我之前喜欢风腾是因为我一厢情愿，但是这个王品若跟风腾可是实实在在交往过的，对吧？像这种女人能走到今天，绝对不是胸大无脑的。这躲都躲不及，你还把她往前面凑。哎，我相信风腾。我哥听了这话，不知该哭呢，还是该笑啊？反正我是快哭了。他肯定会笑的。今天周日，我不用上班了，开心不？既然今天这么特别，想要干嘛？我想赖在家里，可以吗？正合我意。啊，对不起，接个电话。喂。啊？时尚杂志啊？要做专访？哦，对对对，我们店的总负责人是薛柳柳。那下周3可以吗？我来安排一下。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好吧？谢谢谢谢谢谢，拜拜。时尚杂志要采访柳柳。你确定要找王品若代言？是啊。您好，我是王品若的经纪人，王品若同意代言，具体的细节我们面谈。王品若的经纪人回复我了，王品若已经答应做我们风尚珠宝的代言人了。他的经纪人给了你回复，但是他本人给我发了短信。薛珊珊，你是太天真，还是你想考验我？都不是啦，我只是想用一个最好的方法来帮助风尚珠宝。而且，你不是说过，不要看你说了什么，要看你做了什么。现在，证明自己的时刻到了。而且我是100%的相信你，所以才敢这么做的。好像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不同意反而是我的错了。王品若代言肯定给品牌带来加成效果，这次我一定要卯足全力让这件事成型。要我接受采访？是啊，时尚杂志都已经规划好了，要给你跟王品若做一篇专访，然后专门陈述一下咱们珠宝每个系列的小故事。这不行吧？为什么不行？这些设计师都是你找的，当初自然也是因为你心里有想法，他们才会答应。
而且杂志媒体又不是电子媒体，你所说的到时候都会变成文字，你也不用担心你会说的坑坑巴巴。你是不是该去拿设计师的图了？哦，我这就去。我们今天会就到这儿，散会吧，赶紧去忙。珊珊，跟尤承浩的那场恋爱，真的把我给谈怕了。起初我心里一直就想着还钱，也从来心里一直都在抱怨。我一直都在抱怨，你说命运怎么那么捉弄我呀？虽然我是我妈领养来的孩子，但也不至于这么悲惨吧？我当时利用尤承浩来到上海，利用他摆脱我妈。我明明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，可是我还是上路了。后来又捅了个1000万的大篓子，这真不能怪别人，都怪我自作自受。现在我不抱怨了，因为有因有果，所以我就想赶紧结束这个错误的路，走好我自己的每一步，重新开始我的新一条路。所以你以后别跟我再说什么谈恋爱、交男朋友的事儿了啊！要谈也得等你跟风腾开开心心结婚以后才行。六六，能够跟你一起创业，我真的觉得很开心。仔细想想，这段时间可能是我唯一可以证明自己有工作能力的时候。就在我人生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之前，能够有这种机会，感觉很棒。那我们就什么都不要想了，一起加油吧！加油吧，加油！